重是重了，但是我的灵活性 OK 了哦。哦哇哦，还没有看到我在后面哪来？呜呼！OK， 欢迎回来。我们今天在一台2026年的 Proton X90啊，OK， 4缸引擎，181 PS， 然后还有290个牛顿米的扭力哈。然后我们就 Off Aircon， 开一点窗，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，OK。现在没有19寸了，都是18寸。哇，这个引擎在这辆车太安静了，不是说引擎不一样，它跟Sedan 70啦、X70、X50啊，全部引擎都是一样的，只是说它这辆车的隔音是的确是最好的，因为它是一个 D segment SUV 嘛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呦，太安静了，它引擎是传出来的声音太安静了。很明显的动力是比之前猛了很多，因为以前是3缸猫 hybrid 嘛，然后如果你没有电池不足够情况下啊，它的扭力没有这么高，然后你平常顺驾驶是 OK 啦，但是你在家里是 OK 它有力的，可是如果你想要再去的话就不够了。而这辆车现在就比起之前的话，它的扭力饱满太多，290个牛顿米。他把我的ESC介入了，一台 D segment 的 SUV 可以做出如此这样的感觉跟成绩的话，我觉得是非常的 good job 啊。主要它的车身的构架非常的不错 ，chassis is good， 连它的避震器也是非常的舒适，跟它要操控也是有给到你的。真的，它的操控真的是不错的。做傻事，哎，对对，这个 X90不是这样子的嘛，哈，不是这样子来玩的。对啦，可是我至少知道它的操控、它的动力啊，在这个山路来讲是怎么样，我觉得很 OK 嘞。
重是重了，但是我的灵活性 OK 了哦。哦哇哦，还没有看到我在后面哪来？我觉得它的 ESC 的介入非常的顺，不会吓到你的，很顺的哈。如果知道你推头的话，它的后刹车卡钳会夹一下。比如说我现在过着左弯，它会为了防止推头是吧？它的左边的那个后卡钳会夹一点点，前面的右卡钳也会夹一点点。哦，我的感觉是这样啦，它就让我顺利的带到，哎呦，我去过弯，哎呦。耶，我的 camera， 哈哈哈。哎 ，whatever。OK， 我这个手动模式哈，如果我的转速在3000转左右，我再把那个油门踩到完，它会帮我自动降档嘞，觉得很不错。3档降2档必须要3000转以下啊，一样，非常保守的一个设定。打咯，打滑，哎呦！作为一个 Family SUV 来说，我蛮满意它的操控的，听话，它屁股很听话，而且头也没有很重啊，毕竟它才1.5公升，觉得推脱的几率蛮少啊，然后加上它用的轮胎蛮好，抓地性也 OK。
然在家人呢，我们不会这样子加，可是我想证明，就是这辆车它的操控哦能力真的是 very good 的，因为我本身有做过在上一代的，就是有48V 那个 mild hybrid 的，我坐在后面，然后在高速弯来说，跟在那种 Gearig 的小道用快速的去穿梭哦，哇，很舒服嘞，我可以做到睡着哎，很定，完全不会没有信心那种感觉。加上driver is good， 干富driver 非常的棒，他是一个职业的车手来的，然后很舒服，我就觉得不会觉得怕地上滑，然后扭力过大的情况就是，我的前轮就会打滑咯，所以我就不能踩这样大油来过弯了哈。OK， 这个时候可以全油门下，它就会从3档帮我降2档啦。如果，哎呦，滑着去，昨天下雨也是下一整天啊，然后现在半山以上的路啊，都是半干半湿的，所以它还没有完全干完的。你看我过弯还是会有偏推头的时候啊，现在前轮要慢慢踩，不然前轮打滑了，浪费时间哦。扭力290个度，很大一下哦。如果我把防滑系统关闭，试看什么感觉。试看过弯，一直在打滑。一直在打滑。又跟我开回去啊，很保护哦，家用车。所以X70、X90，的调教也是稍微不一样的。我觉得X70虽然我还没有正式上手几天可是我在他们的私人的 track 那边试过了它，所以X70的调教比较可能车身重量的关系哦，我这台是最重的，然后也是想要为了舒适而做出来的车，所以它不是偏那种 sport 的，你懂吗？可是它的动力是有的，如果你在一家人上手，就完全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操控也是相当好的来着。坐在车里面就是很安静就对了，它的引擎是传出来的声音是很少很少，高转也是我觉得很安静。同一副引擎嘛 ，Super 70、X50、70都完全都不同的等级，最潮肯定是 Super 70啦。可是那个是年轻人的车嘛，价格又这么优惠实惠嘛，所以那个是有引擎声浪拍出来，我觉得是偏热血啦那个车。可是它不会很潮啊，只是说它会有听到声浪罢了。然后这辆车好像几乎都听不到这样，除了开窗就可以听到一点。
OK， 那今天我们试驾完毕一个2026年的 Proton X90，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。应该是这样子讲啦，从100千出一点的这个入门级，你就可以买到一个 D segment 的 SUV。还有谁？没有人了哈。撇开那个所谓的什么 ADAS 1.5啊、2.5啦、3.0啦都好啦，随便啦。有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太依赖这些什么360啦、什么跟车系统、自动驾驶系统，反而害到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太会开车去。你看以前我们老人家的车没有倒车 CCD， 没有这个 sensor 的，他们退后嘛，不是这样子用真正的技术去做的。反正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就是因为太依赖这些，反而就有 sensor 的好都会撞车那种。有什么想法让我知道一下？你们的想法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啊。2026年的 Proton X90 4缸1.5公升 Turbo。终于上多一次山了啊！它动力是比之前猛很多的。每一次我驾 Proton 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它很好开的，所有东西是非常细腻的，但是他们偏偏就是没有给我钱过咯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